大家好，我是石头，房子就在我的身后。前些天有个粉丝朋友找到我，在视频里面给我留言，后面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在整个村子里面，和邻居之间关系处理不好，格格不入。然后呢，他就自己建了房子，远离附近的邻居，建在马路边上。但依然如此。前些年他出去打工，将近有个7、8年没有回来。然后在他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之下，别人就在他们家的旁边埋葬了一座坟墓。按理来说很欺负人，对不对啊？别人房子建得好好的，然后在旁边埋葬一座坟墓，那意思就是不让这户人家在这里居住了吗？其实听了这个粉丝朋友这么一说，我心里的感触挺深的。每天走村串巷，这样的情况呢，我遇见的也是非常多的。那后面这个朋友就告诉我，他说现在房子已经没办法居住了，但是呢，他自己又没什么钱，又修建不了房子，他就说让我能不能帮助他，意思呢就是把这栋房子卖给我，大概一个15、16万的价格。那我就想到，这么一栋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够值个15、16万？别人又是怎么欺负他的？那今天我就带着这个好奇心呢，专程走到这个山里面来看一下他这栋房子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栋房子距离村里面将近是有1000多米，所以房子的周边呢都是没有邻居的，独门独院的房子。门前呢有一条小溪，常年都流着水，然后还有很多土地，还有稻田。在这边生活其实也是挺方便的。门前呢就是一条进村的主路，将近宽约6米左右。这边距离县城有17公里，距离镇上将近有6公里左右。这个朋友说他建好了这栋房子，当时没钱装修，就出去打工了。然后整个大门呢也没有做，窗户呢还来不及安装，里面呢也没来得及装修。然后出去了几年，等到有一年他回来过年，才发现在房子的旁边突然增加了一座坟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呢是上下2层结构的，水泥砖的房子。这边呢是大门，那旁边就是卧室了。上面呢是有2个卧室，底下有一个卧室，有一个客厅。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呢很奇怪它里面呢是一处山洞，相当于呢这栋房子是建在山洞的一个洞口位置。这边呢还有一条这个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走在这个山洞门口的时候就感觉挺凉快的。门口的位置这里就是一条小溪，小溪的旁边有稻田，这边呢还有玉米地。其实这边呢稻田挺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一座坟墓，还立了一座墓碑。其实和房子仅有1米多的一个间距了，基本上就是埋葬在房子的旁边。那我们就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座房子。我的这个朋友说他说现在也没钱过来装修，然后自己呢受尽了欺负，也不想继续在这里居住了。这栋房子呢想以一个15到16万的价格转让给我。那我就实地过来看一看，究竟这栋房子值不值这么多钱。当年他说这个地呢是买下来的，然后建的房子将近花了8到9万块钱。整个房子的占地面积呢将近有120多平。然后呢门前基本上是没有院坝，就是这条进村的道路了。整个这里呢是一个客厅，将近有20个平方左右。以前呢这是房子的房门，都已经全部拆下来了。然后从客厅过来呢，这是一个卧室，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卧室啊也将近是20来个平方左右，窗户呢留的还比较大，将近是2米乘2.5米的一个尺寸，所以房间里面的透光性呢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房子建好了之后啊，它是做了一个粉刷，整个墙面呢已经刷上了水泥，以前呢也接通了灯线，这个灯呢这个时候已经全部拆了，这个插板呢都已经拆走了。他说如果我买下的话，他可以帮我把水电都给接通。从客厅的位置呢，这边啊很奇怪，他还专门留了一个窗户，可以看到这个山洞的位置。看这个山洞呢就是从那边出来的。我们再走到这边来看一下，从客厅的背后啊是留了一道房门，可以通往这背后的。哇，这里好多蝙蝠啊！然后这个房间呢是没有窗户，特别的暗，这个窗户呢就看吊在那里，那块翼子板之上飞来飞去的，整个这个房间是特别的暗啊。然后背后呢都是依着山体而建的房子，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感觉还有点吓人了。平时啊这边都没人居住了，但是这个堂屋的位置呢是放了一个席梦思的床垫，可能平时有人在这边睡吧。那我们从这边走到那个山洞门口去看一下。哇，走到这里瞬间感觉凉快了许多。然后从山洞里面流出来一股水，这个石头啊也是特别的有特点，对不对？修建房子的时候石头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主人家呢就给它保留着。然后整个山洞呢从这边延伸进去，据当地的村民说啊，可以进去好几公里远呢。到下大雨的时候啊，这里面会长出很大的水，所以基本上是没人进去的。从洞门口的位置啊，主人家是修建了一个楼梯，可以走到2楼的。当然这边的栏杆呢也来不及建。背后的山体啊非常的牢固，和整栋房子呢已经融为了一体。这边的橡胶板之上都长满了绿苔，然后这边啊它是专门修了一个露台，因为这栋房子啊是没有院坝，所以在2楼呢专门修建一个露台作为一个院坝，平时呢晾晒衣服，还可以看看远处的一些风景。对面呢也都是这样的大山。整个露台啊将近宽约30来个平方左右。整栋房子的进深啊我看了一下，将近有8到9米左右。然后2楼的位置啊已经是挂上了锁，没办法进去了，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在露台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房子的一个情况了。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啊，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呢？住得好好的，受尽别人的欺负，然后远离邻居了，最后呢大家还不放过自己。想想啊，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地方挺不如意的。这个地方啊真的很凉快，这处山洞呢应该进去不远。这个石头啊真的很有特点，我在想如果在这边居住的话，在这里酿点酒，然后山洞里面应该是可以藏酒的。其实这一间啊还挺宽的，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给它利用起来。我们来看这栋房子之前啊，实际上和这个粉丝朋友聊了很久，他说真的很想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把房子转让给我，自己呢重新找地方再修建一栋房子。但是我实地看过了之后，我觉得这栋房子可能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是没办法接受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房子的旁边有一座坟墓，然后房子呢没有院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栋房子的整体结构啊，我觉得并不牢固。看上面裸露的钢筋都已经全部出来了，我就担心啊，这面墙随时可能断裂，这个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啊，还有个问题，这栋房子呢是建在山洞的门口，山洞里面呢有这样的一股水流，顺着洞门口呢流出去。我们都知道啊，水代表的是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可能呢聚不了财，对不对？毕竟呢，所有的水都已经流出去了。这一点呢，我个人还是有点想法的。也不知道啊，朋友们，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看了这栋房子之后，我的感触还挺深的，并且呢，也非常同情这个粉丝朋友。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拍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给视频的下方多多的留言，我们一起来给这个粉丝朋友想想办法。那这期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